六六哥，你的意思，直接当堂主也快了点。对呀，关键是刚脱了警服，那又怎么样？当我的副堂主，你们还说不吉利？好像也太快了。阿荣，四大堂主各有一个副堂主，三虎将如今是。我虎将是有一个职位空缺，振东要是来我这儿的话，全凭大哥一句话。来，大哥，啊，这个时候上菜，你有没有点眼力？去，对不起，来的正是时候，饿了，大家边吃边聊。哎，我来。来，哎，对不起，你小子在干什么？对不起，都是你下的，坐下。大哥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小舅子很爱喝酒是吧？是，喝醉了就去收保护费，人家小林子马上要结婚了，没给钱就把店给人家砸了，还限期让人滚出这条街。有这种事？黑虎啊，你刚来石城的时候多大年龄？15还是16？16，虚岁。个子很高，很结实，也很勇猛。还记得那年跟玄虎门在麻油街我们以少打多的那一战吗？是因为被偷袭才会输的。所有的兄弟都挂了彩，我们还躲进了何老板藏兵的山洞。对呀，差点冷死了。不仅仅是冷，还饿。在我们最饿的时候，你还记不记得有人给我们送饭？当然记得。哟，一个小推车，一大锅的鸡饭，我一口气吃了3大碗，那个美味啊！哎呀，到现在我都还记得。吃，你现在就吃，还是那个味道。送饭的就是他爷爷和他阿爸。黑虎啊，现在石城的每一条街都是政府的，什么时候变成你小舅子的了？大哥，我知错了，我明天就到这条街去教训他，让街坊们都知道，他胡作非为，跟我们山海帮没有关系。你小舅子年龄也不小了，从你老婆死了以后就一直跟着你吧？他没入帮，可我也赶不走他。整天这么无所事事行吗？冰城那边的鱼档生意不错，明天让六六哥给他写封信，带着到那边好好的学做生意，叫他做好人，这样你才能对得起你死去的老婆。小林，你给我站好！我现在替我小舅子向你道歉。不敢。以后有人敢到你店里捣乱的话，你就提我名字。大哥，来，慢走，小心，慢走，大哥再会。大哥慢走，谢谢大哥，慢走。林大哥，哎呀，程大哥，这个我我不能收。请兄弟们吃饭，你要是不收钱，我很难看的。可是你要是不拿，我就不给你儿子证婚。都听着啊，过2天他儿子成婚，你们都来捧场。好。谢谢程大哥。黑虎啊，大哥，当着众兄弟的面，给你下不来台，不会怪罪大哥吧？大哥说什么？我没事。都散了吧。นายยังไม่ลงมืออีกเหรอ ตอนแรกว่าจะลงมือแต่มัน
กับสารวัตรเจิ้งเป็นเพื่อนสนิทกันมานานผูกพันกันมากนายซักก่อนไหลตามเขาเพื่อหาโอกาสใช่ไหมอาชีพแบบพวกเรานะโอกาสสำคัญที่สุดอย่าพอแค่จะเอาชีวิตคนอื่นจนทำให้ตัวเองเกือบตายเพราะงั้นจะทำอะไรต้องรอบคอบให้มากๆ这给你找脸来干嘛ถ้าโชคดีหน่อยพรุ่งนี้จะเป็นโอกาสที่เราลงมือนายทำอะไรอยู่ทำให้ได้โอกาสที่ดีขึ้น少爷，等等，我阿妈睡了，别去打扰她。少爷，你难道要在这里过一晚上吗？我没事，你快去收拾行李，明天一早带她去巴黎。我命贱，根本不值一张船票。这么多年，我阿妈一直都是你照顾的，我们早就把你当成一家人了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再不收拾的话，明天一早就来不及了。哎，对了，阿强那边我会去说的，快去吧。行，好了，我试试。哎，这师傅就是师傅，做的给好啊！今天晚上加个班，把它完成了，明天我就骑着它上街。哎，阿妈，早安。小姐，少爷都跪了一晚上了，他不让我告诉你。你这是宁可死也不愿意跟我走了。阿妈去欧洲，我留在市城。这市城有什么可留的？市城山海帮是大伯还有阿爸那一代人流血拼命打下来的，得有人接替。小的时候别人都叫我少爷，我还洋洋得意。是阿妈你说的，男子汉想让别人看得起，就得闯出一番事业，打下一片天地。阿妈说的对，我做给你看。靠山海帮有何不可吗？儿子，你知道别人为什么叫他们黑帮吗？因为那些人怕山海帮。不全是，在山海帮做错事是要接受惩罚的，要按帮规处置，到时候谁都救不了你。山海帮的帮规，我小时候就懂，有些规矩确实不合理，将来我改了它。阿妈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忘了你对刘学武做了什么？阿妈，我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，但是你不说，又有谁会知道呢？我是他儿子，谁会怀疑到我？阿妈，现在船票可不好买，就让阿贵姐陪着你一块儿。你给我点时间，2年，就2年。等你回来了，我一定当上山海帮帮主。有什么用啊？有什么用？阿妈，
你的家族曾经在石城，那是最有势力的，是洋人，洋人诈骗巧取豪夺，害死了外公还有舅舅，就连你，也差点被人贩子卖到三藩去。要不是山海帮，你怎么能拿回属于自己的家产？儿子，我从小就想当英雄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为阿妈撑腰。我们华人不能总被人欺负。阿爸，哎呀，给个好啊！这衣服烫的真平整，瞎烫。你这舞枪弄刀的手，不仅能当大厨，还能干裁缝啊！哎，好，阿爸，您真的要穿这样出门吗？怎么了？行，来，你看这个新鲜哦，有意思啊！我先试试。好。你瞧。平儿，你让他来的？没有啊。哎，平儿，给我。平儿，招呼都不打一下就走了。主编让我给山海帮写个报道，点名要采访你，要不然我才不来呢。省得你怕这怕那。那你更不能走了，你还没采访呢。不用了吧，这张照片就够了。蹬三轮车招摇过市，重塑师承大佬形象，这标题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你看，又生气了。行，爱怎么写怎么写吧，反正你阿爸出门做生意。做生意？是。好，那我就照顾照顾你的生意。哎，平儿，赶紧下车，你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！以后别再说为我的安全着想了，我在市场有警察保护着，我挺安全的。来，南平，你坐我车，我带你兜风。我就喜欢坐这辆改的不伦不类的脚踏车。怎么，你们山海车队做生意还要挑人啊？我已经坐在上面了，赶我走，那我可要写在新闻里。南平，那你就坐好了，阿爸带你兜兜风。阿爸刚来石城，第一单生意就是拉洋车，车呢是车主的，阿爸只管卖力气，一天下来也能解决温饱。后来阿爸呢，为了拥有自己的车，就参加了拉洋车比赛，就是在每个车夫的身上标上号，然后那些有钱人呢，洋人按照号下注。那岂不是跟赛马一样？对，差不多吧。为了到达目的地，他允许你啊走近路、抄小路。阿爸没几天就把那条路给摸清楚了。谁知道比赛那天，被人在我选的那条路上撒满了碎玻璃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有钱人下注啊，都压在了范帮人高脚汉的身上，所以就给我使绊子呗。我记得那个时候车夫们拉车都是光脚的吧？我也是光脚，就那我也拿了第一，赢了一辆新车。那岂不是你的脚都被扎烂了？所以才认识你阿妈呀。你阿妈那时候啊，一边读书，一边在一个小诊所里当护士。你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帅吗？阿妈一眼就看上你了？那不是看上的，是可怜。她怕我脚上的伤啊，要了我的命。因为在这之前，她遇上了一个在工地上拉水泥的红头军姐妹，因为脚上扎了钉子，没及时治，结果人就走了。那这些事情小时候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？等你懂事的时候啊，
山海帮已经有了自己的车队，每个兄弟不管是受了伤、得了病，都能有个地方治。跟你说这些干嘛？让闺女心疼我、可怜我啊？从我小你就是山海帮帮主，气派的很，谁也可怜不到。你不知道吧？你出生那一天，我、你二叔还有20多个兄弟，被海盗围在了仓库里。我们没有合适的武器，海盗们用的却是枪。你们怎么得罪的海盗啊？我们得罪的是毒贩。那时候在石城，有人走私劣质鸦片，专门害卖苦力的乡亲们。我们得到了消息，就围住了那个仓库。谁知道人家雇佣了海盗，凤云堂堂主黄金虎，就是忠信他阿爸，推着1车的炸药，和他们同归于尽了，这我们才得救。所以忠信从小也跟着我叫你阿爸。那看来你们以前也是常做好事的，可后来为什么变成黑帮了？阿爸从来不认这个黑字。山海帮的帮是相互帮助的帮，帮衬的帮。因为交不起保护费，经常被人欺负，我们只能绑在一起，保护自己。可是你们后来对抗政府、对抗警察呀？那是瞎说，我们从来没和政府和警察作对过，只是当中有些人心黑，办事不公的。算了，不跟你讨论了，你总是有理。不过你这车骑的倒是挺稳的。哎，不仅稳，还骑得快呢。石城大大小小的街道，你阿爸都熟。平儿啊，最近来石城做生意的人多吗？多呀，这1年来增加了5成呢。嘿，那码头肯定热闹，阿爸带你到那里去看看。好。阿妈，你就放心吧，等你回来，我一定好好的。阿贵姐，就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少爷。阿妈，你走了，我才更安全。去吧。哎，你看，那是不是陈老大？哎，怎么可能啊！胡说八道！哎，兄弟们好！后面跟着的是忠信，就是陈老大。哎呦，果然是陈老大。陈老大，你这是？你们看到没有？忠信啊，年轻力壮，却追不上我一个老头子。为什么？我骑的是3个轮子的，可他靠的是2条腿，那能追上吗？陈老大，其实这个东西早就有了，可我们山海帮的黄包车，在石城他首屈一指啊，山海车队的老招牌不能倒啊。谁跟你说的？换了脚踏车就不是山海车队了？我这辆车啊，它就是黄包车改的。我买了一辆旧黄包车，又买了一辆报废的自行车，就在我们自己家里。踏破脚下路，生死间有抱负，道义皆不输，去正义是我的抱负。海浪逃不出，时间趁血凝住，不流泪不回头，半壶老酒观云雾。我的心，我的命，我是主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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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死生无惧，始终相信人前路光明。无愧于情，无愧于义，脚下路坚定。赤子的追逐，用一生去领悟，情义是非路。
海一条出路。我的心，我的命，我是主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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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此生无惧，始终相信。